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中解放出来的中华大地，又笼罩在内战的阴云下。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，一面又命令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。在山西阎锡山部进攻晋东南解放区上党地区，城区攻下了长治等周围6个县城。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上党战役，陈赓率领太岳纵队夺取子城县，围攻长治城，激战老爷岭，对敌实行超越追击，共歼敌14000余人，并活捉了阎锡山部第19军军长史泽波。经此一战，阎锡山培植数年的精锐之师折损过半，也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。1946年重庆谈判之后，30万国军围攻中原解放区，全面内战爆发。战火很快从中原向华中、山东以及华北蔓延开来。成都黄埔一期的同学胡宗南，此时已是统兵50万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中将司令官，有西北王之称。1947年7月，陈赓部发起同蒲铁路作战，给了国民党军沉重打击，使太岳和吕梁2块根据地连成一片。但纵观双方的实力对比，依然是敌强我弱。随即胡宗南调整战术，继续调集精锐部队向解放区发起新的攻势，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。北线是阎锡山的34军，从介休南下，南线则由他的整编第一军9个旅分3个梯队压上，其中整编第一旅作为中路先锋，全部美式装备，指挥官黄正诚是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中将旅长。这个旅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，后改编为第一师，也是胡宗南的发家老本，在国民党军中有天下第一旅的称号。此战的目的就是迫使陈赓的主力与我决战。胡宗南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天下第一旅亲临前线，是想一下子置我军于死地啊！面对胡宗南大军压境，陈赓在作战室里与各级指战员冷静分析当前敌我态势。目前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倚仗装备优势和近10万人的兵力骄横不可一世，很可能兵分2路前击釜山县城。而我军方面只有3个旅，2万多人的兵力，只能依靠地形优势集中兵力进攻一部。按常理可以先打右翼较弱的鲁崇义师，但不久前我军刚吃掉了他的第31旅，这次鲁崇义一定会加倍小心。相比之下，如果出其不意挑硬核桃打，一下吃掉灵福公路上的黄正诚主力第一旅，一定能完全挫伤胡宗南的锐气。冒着2面受敌的危险，陈赓大胆地发动了灵福战役。他命令李成芳第11旅首先进攻关阙之敌，又让周希汉第10旅截断敌人同灵本的联络，并阻敌东援，相机围歼增援之敌，与陈康第13旅进驻韩瑞村，阻福山之敌西援，并让太岳军区的地方武装向福山佯动，钳制阎锡山的部队南下。遭到敌人猛烈阻击，请胡长官放心，我正在组织兵力，争取尽快突破共敌的阻击。当黄正诚带着他的天下第一旅从临汾出动，想要解关阙2团之围时，他早已落入了陈赓为他准备好的包围圈。黄正诚原想凭着装备优势占据陈堰村与陈赓的大部队抗衡，可他万没想到，接到的第一个报告却是第一团团长刘玉树缴械投降了。原来就在他们进驻陈堰村时，陈赓2个营趁天色昏暗，与国军的队伍同时混进了陈堰村。他们来到一个院子，见国军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，枪支丢得满地都是，完全没有防备，直接缴了200多支枪。听到刘玉树投敌的消息，黄正诚十分尴尬，只能急得干瞪眼。2团之围未解，他反不来2团的后尘。巷战又是共军的拿手好戏，他的重武器优势根本没法发挥作用，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。我就是你要找的陈赓。你们的打法我不服气，有本事把部队摆开了打。9月24日晨，灵福战役全部结束。此役陈赓率领太岳纵队全歼了天下第一旅，活捉旅长黄正诚。国军167旅、27旅遭到重大杀伤，共计毙俘敌军5000余人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太岳解放区的进犯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侧翼安全。孙子曰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你连这个都忘了吗？陈赓兄，能给我一根烟吗？1947年1月，陈赓纵队与黄镇纵队共同进行了汾校战役，取得了歼敌16000余人的胜利。在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战中街村之战中，第32团第9连在进攻中，由于战场指挥员战术指挥失当，在敌侧翼火力袭击下，全连壮烈牺牲。战斗结束后，
陈赓带领各旅团干部来到战地现场，看到战士们牺牲时的样子，陈赓感慨万千。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好的战士，冲锋时受伤倒下了，眼睛和枪口始终冲着前方。他严厉批评了团一级指挥员没有意识到严防敌人侧射火力的重要性，才致使9连的战士全部牺牲，并让部队牢记这次教训。你在心里已经把自己给处分了，你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是不是？是。打成点。是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军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，胡宗南部进占延安。毛泽东为诱敌深入，主动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，指挥着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。中央军委特点陈赓纵队，坚决打击胡宗南侧后，以配合陕北解放军作战。接到电报后，陈赓即主持了战前会议，部署了晋南战役，趁胡宗南北进，晋南空虚，以第4纵队全部及太岳军区部队共5万人直捣黄龙。短短21天，陈赓纵队就夺取了晋南20多座城镇，胡宗南的大军也不得不回师救援。同年6月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开始抢渡黄河，千里越境大别山。而在山东的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开始转守为攻，拉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。这里需要补充的是，所谓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，是其在全面进攻战略受挫后才制定的战略。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由第1战区司令官胡宗南指挥，而在山东战场主要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。关于对山东的重点进攻，我们在之前解读的张灵甫系列中着重介绍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另外，陈赓的感情方面，在王根英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考虑婚姻问题，领导和战友们都很关心他。刘伯承特地安排他到文工团讲故事，由此结识了文工团员傅芽。两人经过3年交往，于1942年结婚。国共双方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，已经到了最后的决胜阶段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陈赓又将起到怎样关键的作用呢？下一期将进一步为您解读，敬请关注。